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一场关乎全球外汇市场与债券市场的世纪博弈正在日本金融体系底层猛烈爆发。当全球投资人将目光死死盯着日元对美元的整数关卡，猜测日本财务省何时会再度拨款进场干预时，华尔街的顶级大户与主权基金却已经在债券市场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疯狂大逃亡。根据国际顶级投行野村证券最新发布的日元盘中交易报告指出，全球大宗资金与海外投资人在刚刚过去的4月份已经集体转向，成为日本超长期限公债的净卖出者。这一场悄无声息的债市抛售潮不仅推高了日本长端公债的殖利率，更彻底暴露了日本央行在控制通膨与捍卫汇率之间进退失据的尴尬处境。对于投资人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日元汇率的波动，更是一场可能重塑全球资金流向的总经海啸。野村在报告中指出，近期美日官方针对市场波动做出的频繁表态，已经成为影响外汇市场短期走势的最核心扰动。日本财务省官员神田真人以及财务省特别代表片山接连发表了措辞极其强硬的口头干预，试图以此来增强日元的走势，并警告投机客不要过度做空。然而，野村分析发现，尽管官方言论极其激烈，但当前金融市场对于日本财务省是否真的会立刻扣下实体干预的扳机，依然保持着高度怀疑与谨慎的观望态度。这意味着，单凭目前的口头警告，已经很难对市场上的多空力量产生实质性的震慑作用。华瑞认为，日本财务省频繁进行口头干预的背后，实质上暴露出其外汇存底流动性的局限性，以及在美日利差高企的背景下，单边实体干预注定只能收获短期效果的无奈。这种口头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变相成为了掩护国际大户与套利资金从日本债券市场撤退的烟雾弹。当官方试图通过言论维持日元汇率短暂稳定的时候，聪明的资金正在利用这短暂的汇率平稳窗口，加速出清手上的日本超长期资产，以规避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大波动。野村认为，要看清这场危机的底层逻辑，我们必须将目光移向日本长端公债殖利率的飙升。近期，日本10年期及超长期限公债殖利率的急剧拉升，其核心推动力并非来自日本央行的政策调整，而是主要由市场内部的通膨预期持续攀升所驱动。野村研究报告强调，这一关键数据指标的失控，正清晰地向市场释放一个危险的讯号。全球主流资金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日本央行在面对顽固通膨时，极有可能已经严重落后于通膨曲线。这代表着市场已经不再相信日本央行能够在不损害实体经济的前提下，温和且有效地控制住本轮输入型通膨。华瑞认为，日本央行落后于通膨曲线的风险正在引发一场针对日本国家信用的信任危机。当市场的损益平衡通膨率，也就是通膨预期持续走高时，日本公债的实际殖利率将会被无情地压缩至负值区间，这会迫使任何理性的债券持有人抛售手中的本币公债，进而转向高值利率的美元资产。这也是为什么野村指出，市场当前最迫切、最核心的疑问在于日本央行究竟有没有勇气和能力展现出超越市场定价预期的更为强硬的鹰派政策姿态，来有效管理并压制住这股正在失控的通膨预期。在财政政策端，政府的追加预算案也给市场蒙上了一层阴影。野村在报告中指出，虽然日本新内阁正在着手编纂追加预算案，但野村全队预估，这项追加预算案在规模上并不会成为一个庞大的财政包，因此在实体上，它并不会对日本公债的年度总发行与年度总供应量造成显著且不可逆的激增。然而，野村特别强调，即便追加预算的规模可控，日本政府对这项财政政策的清晰解释与沟通，依然是决定债市稳定的最关键意识。这是因为，此时任何一丁点财政纪律涣散的讯号，都会被本就神经紧绷的外资放大数倍。野村认为，这一点在资金流向上得到了最直接的数据支持。在刚刚过去的4月份，海外投资人与跨国大户已经正式转为超长期限日本公债的净卖出者。这一筹码面上的历史性转折，充分说明了国际资金对于日本公债市场供需失衡以及财政赤字可能进一步货币化的深切担忧。华瑞认为，
外资在4月份集体逃离超长债，是一次结构性的资产抛售。超长期限公债通常由长线主权基金和养老金持有，这类最不具备投机属性的资金开始净卖出，代表着全球大宗资金对日本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信心正在动摇。如果日本政府无法在接下来的追加预算案与财政规划中给出令人信服的清晰解释，这股超长债的抛售潮极有可能在5月下旬进一步演变为系统性的踩踏。这也让即将到来的5月26日等关键债券拍卖节点成为了决定市场命运的生死关口。野村在报告中指出，日本公债发行的前置时间表与拍卖结果将会是检验外资抛售力道与本土买盘承接能力的终极试金石。如果5月下旬的公债拍卖中投标倍数出现显著萎缩，或者得标利率高于预期，这将会坐实外资加速撤离的猜测，进而对日本公债殖利率形成新一轮的向上突破推力。华瑞认为，这正解释了为什么市场将5月26日等债券结算与拍卖窗口视为多头逃命的最后机会。在面临日本央行即将被迫缩减购债，且面临6月政策会议提前升息压力的双重夹击下，5月下旬正是债市流动性最为脆弱的临界点。对于那些持有大量日债报险的跨国机构而言，在这一时点之前进行资产重组与避险撤退，无疑是锁定损失、规避系统性爆发的最理性选择。面对这一严峻的局势，野村在报告中指出，日本决策当局正面临着一场左右为难的钢索挑战。如果日本央行选择顺应市场，采取极度鹰派的姿态强行提前升息，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稳住日元汇率，但这却会导致日本公债殖利率全面暴涨，进而引发日本政府庞大债务利息支出的雪崩式暴增，甚至重创日本本土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相反的，如果日本央行选择继续维持温和延后升息的提议，那么市场将会认定央行彻底放任通膨，这将会推动长端公债殖利率在通膨预期的驱动下出现更加不可控的非线性暴涨，进而加速日元的2次崩溃。华瑞认为，这场博弈的底层代价最终都将由日元的汇率来承担。日本央行在极低利率与极高债务之间的历史性死结，决定了他们根本无法在不付出巨大代价的前提下，既要捍卫公债价格，又要保住日元汇率。当前的口头干预与微小的追加预算，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随着外资在超长债市场的撤离，日本公债市场的蓄水池功能正在快速萎缩。这意味着，未来一旦美元汇率因地缘政治摩擦再次走强，日元在缺乏实体债市买盘支持的情况下，将会面临极其惨烈的加速贬值，2次崩盘的风险已经迫在眉睫。对于资产配置者与全球总经投资人而言，这场日元与日债的生死博弈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宏观风向球。野村报告所展示的日本强端、超长端公债殖利率飙升，以及外资的大宗撤离，实际上宣告了全球低成本日元套利交易的时代正在加速走向终结。华瑞认为，在这一宏观逆转期，投资人必须高度警惕日元资产的高波动风险。无论是直接参与外汇期货交易，还是投资持有大量日本债券、日元资产的金融股、寿险股，都必须深刻认识到，日元的底部位点在日央行解决落后通膨曲线问题之前，都不具备长线持有的安全边际。在操作策略上，顺应外资投行的步伐，在口头干预引发日元短暂反弹时，选择逢高避险，甚至利用衍生性商品锁定超长拆建殖利率走高的确定性收益，才是我们在这场席卷亚洲金融市场的风暴中，确保资产安全并锁定超额回报的最稳健法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